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神性空间。你是否曾经仰望过满天繁星，心中浮现一个疑问：在这无边无际的宇宙里，我们人类真的可能是唯一的存在吗？宇宙的浩瀚几乎超乎人类想象，仅仅是我们所属的银河系就有上千亿颗恒星，而这些恒星之中，许多都可能拥有行星围绕。再把视野放大到整个可观测宇宙，天文学家推估至少存在2兆个星系，那代表了无法计算的数字级行星总数。这样的规模，如果说只有地球拥有生命，甚至只有人类发展出文明，听起来几乎不合逻辑。科学界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，著名的费米悖论便是最直接的提问：如果外星文明存在，为什么我们至今没有确切的证据？为什么没有飞船降临，也没有讯号传来？或许答案在于，我们对生命与文明的想象过于以人类的经验为出发点。人类认为外星人会像我们一样，使用电磁波通讯、建造飞船、探索宇宙，甚至殖民其他行星。但如果高等智慧文明早已存在，他们未必需要用我们能理解的方式出现。他们可能超越了物质层面的交通与科技，进入到更高的存在状态，因此我们才无法用人类的科学手段侦测到。另一种可能是外星文明真的存在，但出于某种原因，他们选择不与我们接触，就像人类在大自然中观察蚂蚁的行为，不会主动干预蚂蚁的世界一样。高等文明或许正在观察人类的成长，而不是介入。对他们来说，人类社会可能仍处于一个混沌、尚未成熟的阶段。如果他们真的存在，也许正在等待我们跨越某种临界点，才能与我们建立平等的交流。还有一种更宏观的想法，外星文明或许早已经和我们共存，只是我们的意识尚未打开，还无法看见它们。宇宙或许并不仅仅是3维空间和物质世界，高等智慧生命可能以更高维度的方式存在。他们并不以肉眼能见的形式展现自己，换句话说，他们不在我们所熟悉的现实框架里，而我们也缺乏调频到他们层次的能力。这样的观点也让人类开始意识到，探索外星文明或许不单是科学上的星际旅行，更是意识与思想上的突破。因此，当我们问外星文明存在吗？这个问题时，不妨先把眼界放宽，证据的缺乏并不代表不存在。就像几百年前的人类无法想象细菌、电磁波或黑洞的存在，但它们依然真实存在于宇宙之中。今天我们没有看见外星文明，或许只是因为我们的理解还停留在初阶。宇宙之大，远远超过我们的逻辑推测。也正因如此，外星文明的存在可能性不但没有被否定，反而更加合理。而这也引出一个更深的问题：如果外星文明真的存在，他们会是怎样的模样？他们的社会是否会像人类一样充满冲突与竞争，还是早已超越了这种低层次的模式，走向全然不同的文明道路？这些问题将带领我们去思考高等智慧文明的进化方向，以及人类未来可能走上的道路。当我们思考外星文明的进化方向时，第一个浮现的想法往往是科技。人类对于文明的衡量多半以科技作为基准，能否飞出母星，能否跨越星际，是否掌握了能源、量子技术、人工智慧，甚至是改造行星的能力。在我们的想象里，越高等的外星文明似乎就代表他们的科技必然比人类先进数百万年。可是，若仅仅依靠科技而没有思想、意识与价值观的同步进化，那么这样的文明很可能无法持续太久。科技是工具，而工具掌握在什么样的心灵之中，将决定它是带来创造还是带来毁灭。我们不妨回头看看人类自身的历史，科技每一次的突破都曾被视为文明进步的象征，但同时也潜藏着毁灭的危机。火药的发明本意是科学探索，却被用来制造武器，成为战争的助力。核能的出现理应成为清洁且高效的能源，却在20世纪带来了原子弹的阴影，瞬间摧毁了2座城市。人工智慧的兴起原本是为了提升效率、解放人类劳动，但若落入错误的意图，将可能演变成监控、操控甚至战争的工具。这些例子都告诉我们，科技本身没有善恶，真正决定方向的是掌握科技的思想。因此，如果外星文明要在宇宙中长久存在，
他们必然要找到一条不同于人类目前模式的道路。他们需要意识到，科技的发展速度往往快于思想的成熟，而这种不平衡正是文明崩溃的根源。当一个社会拥有足以毁灭自身的科技力量，但却依然活在贪婪、争夺、恐惧与仇恨之中，那么灭亡就只是迟早的事。或许这也是宇宙中许多文明未能走到与人类接触的原因，他们可能在自身的历史中就因思想的落后而被科技吞噬。相反的，高等智慧文明若能真正突破这个陷阱，他们的进化必然不只是外在科技的进步，而是内在意识的蜕变。他们会明白，竞争虽然能短暂推动科技的突破，但长远来看，只有合作与共享才能让整个文明稳定存续。这样的文明或许不再将能源用于军事，不再将资源用于彼此的对抗，而是将所有科技的成果投入到整体的福祉之中。他们可能已经跨越了国家这样的概念，因为在更高的意识层次里，彼此之间已不再有你与我的分隔，而是以整体一体的观念运作。在这样的社会中，科技不再是用来加强彼此的矛盾，而是被用来化解痛苦、缩短差距，并帮助每一个个体更完整地展现自我。他们的科技或许早已能改造基因、延长寿命，甚至自由穿梭宇宙，但比起这些，他们更重视思想上的觉醒。他们深知，若没有爱与理解的基础，即便掌握了再强大的能量，也只会让自己陷入无止境的毁灭循环。试想，如果人类有一天真的遇见高等智慧文明，他们会如何看待我们？很可能不是先看我们的飞船能飞多远，也不是看我们的科技是否能与他们相比，而是观察我们是否学会了如何共存，是否懂得彼此照顾，是否摆脱了那种因恐惧而产生的竞争本能。因为对他们而言，一个社会若依然停留在争夺与分裂的阶段，就代表还不具备走向宇宙的资格。所以，当我们谈论外星文明的进化方向时，答案或许不仅在星际航行或超光速旅行，而在于思想的成熟与心灵的提升。高等智慧文明若要长久生存，必然需要让思想超越科技，让爱与合作的理念先行于一切。只有当思想进化的速度与科技并驾齐驱，甚至超越科技时，文明才能避免自我毁灭，真正迈入宇宙的永恒舞台。那么，如果真的存在一个高等智慧的外星文明，他们的社会又会是什么样貌呢？想象一下，一个不再需要为生存而挣扎的文明，他们的资源或许已经能透过高度科技获得充足的保障，不再出现饥饿、不平等与资源争夺的情况。在这样的基础上，他们的社会运作逻辑自然不会像人类历史那样建立在竞争、权力与支配之上。相反的，他们会选择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：共享、合作以及以整体为优先的意识模式。在人类社会里，竞争常常被视为进步的动力，国家与国家之间竞争，企业与企业之间竞争，甚至个体与个体之间也在竞争。然而，竞争虽能短期带来突破，却同时制造了分裂、恐惧与伤害。如果一个文明始终被竞争驱动，那么他们的科技再怎么发达，内部矛盾也会让整体陷入无止境的循环。而高等外星文明很可能早已意识到这一点，他们放下了你赢我就输的二元观念，转而理解你的成功就是我的成功的真理。这样的社会中，不再有夺取的必要，因为在一体意识的观点下，每一个个体的存在都被视为整体的一部分。伤害他人就是在伤害自己，帮助他人就是在提升整体。这样的理解让他们不需要庞大的法律体系来维持秩序，也不需要庞大的军备来彼此防范。秩序来自于内心的觉醒，而非外在的强制。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冲突的可能，而是因为他们的思想已经进化到足以理解冲突无法解决问题，只有合作才是真正的出路。在这样的外星社会里，教育也会完全不同，他们不会单纯追求知识的累积，而是培养个体理解自身与整体的关联，培养对他人的理解与共鸣。孩子们可能从小就被引导去感受我与万物是相连的，而不是我要比别人更优秀。这种教育方式让整个文明的发展方向完全不同。科技仍然不断进步，但它的应用并不是为了军事或利益，而是为了让每个灵魂更自由，更有机会展现自己的独特性。再进一步想，
高等智慧文明的社会可能已经不再需要金钱作为交换的媒介，因为当资源不再稀缺，金钱这种制度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以共享为核心的模式。每一个人都能自由获得所需，同时也愿意贡献自己的能力去支持整体，这并非强制的分配制度，而是一种信念上的共识。他们知道，当整体稳定而丰盛时，每个个体也自然会安定而富足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并不代表个体的消失，在这样的社会中，个体的独特性反而会更被珍惜，因为每一个灵魂的特质都被视为整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艺术家、科学家、治疗者、思想者，每一种存在都被同等尊重，因为他们明白，真正的力量来自于多样性的和谐共鸣，而不是单一价值的统一。或许正是因为他们理解这一点，所以高等智慧文明才能持续繁荣。他们没有内耗，没有无谓的掠夺，没有因恐惧而产生的分裂，他们的能量全部指向创造、探索与彼此的支持。在这样的模式下，他们的文明才能走得比人类更远，甚至在宇宙中绽放光芒。所以，当我们想象高等外星文明的社会时，或许可以理解为一种更高版本的人类理想社会，没有争夺，没有恐惧，只有互助、共享与爱的流动。那是一种真正的一体意识社会，而这也正是他们能够持续进化、不被科技毁灭的关键。如果说前一段描绘的是高等文明的社会架构，那么支撑这个社会运作的核心，便是爱与一体意识。在这样的文明里，每一个个体都深刻理解自己不是孤立存在的个体，而是整体的一部分。个体与个体之间的界限不再是对立的墙，而是一种互相联系的桥梁。行动不再仅以自我利益为出发点，而是以整体福祉为核心。这种思想模式使得文明能够稳定运作，并以和平与谐作为根本原则。爱在这里不只是情感的表达，而是一种智慧的理解。他们知道，当每一个生命都被珍惜、被理解时，社会才能达到真正的和谐。爱不是偶尔的善行，而是一种生活方式，一种自然流动的能量。这种爱带来的是信任，信任让交流不再充满猜疑与戒备，也让资源的流动、知识的传递、技术的共享都自然而然的发生。当每个个体的利益与整体利益完全融合时，整个文明的力量会超乎我们的想象。一体意识的观念更进一步的超越了个体之间的差异，在这样的文明里，没有你与我的隔阂，也没有等级、种族或国界之分，每个人都被视为整体不可或缺的部分。彼此互动的基础是理解与尊重，而非控制或竞争。当意识层次提升到这种程度，社会运作就不再依赖外在的规范或强制手段，而是自然遵循共识与和谐原则。此外，他们的交流方式可能远超越语言。高等文明的成员能够以意识、能量或心灵的方式互相感知，直接分享想法与情感。这种交流不会出现误解或欺骗，因为每一个个体都能直接感受到彼此的真实状态。信息传递不受空间限制，决策过程不受权力斗争影响，每个行动都基于全局考量与爱的指引。科技在这个过程中只是辅助，真正的动力是意识的觉醒。这种文明的进步也表现在个体的内在成长上，他们不仅追求知识和技能，更重视自我意识的觉醒与灵性提升。每个成员都学会自我反省，理解自己的行为对整体的影响，并以爱与智慧去行动。这样的内在进化使得文明得以自我调节，避免因恐惧、贪婪或误解而产生破坏性的行为。总结来说，爱与一体意识是高等智慧文明稳定、繁荣、永续存在的核心法则。它让每个个体在自由中找到责任感，在个体独特性中体验整体的力量。科技与物质成就虽然重要，但若没有这种深层的思想支撑，再先进的科技也可能成为自我毁灭的工具。而真正的高等文明，正是因为将爱与一体意识置于核心，才能长期繁荣，并在宇宙中安然存在。当我们回头审视整个外星文明的图景，就会发现其中隐含的启示对人类来说同样深刻。高等智慧文明并非只是科技超越人类，而是思想、意识和价值观同步进化的结果。他们没有争夺，没有恐惧，
没有权力斗争，而是以爱与一体意识维系整个社会的运作。这让我们意识到，人类若要在宇宙中走得更远，首先必须提升自身的思想层次，而不仅仅追求科技的突破。我们拥有飞向星际的工具，却仍在地球上因贪婪、争斗与不平等而困扰。科技给了我们力量，但缺乏思想指引的力量，可能只会带来自我毁灭的风险。外星文明提醒我们，真正的进步是内在与外在同步的成长。当人类开始以合作、理解、爱和互助为核心运作，当我们开始意识到彼此都是整体的一部分时，文明才能稳定而持续的发展。这同时也是对我们未来的呼唤。或许宇宙中真正等待我们的，不是单纯的星际接触，而是我们自身的觉醒。当我们学会超越分裂与恐惧，开始以一体意识来理解彼此时，我们的文明就已经在以更高层次对接宇宙的智慧。到那个时候，科技的突破才不再是危险的利器，而是让我们探索、创造与分享的工具。与思想同步成长，助力文明向宇宙深处延伸。换言之，人类与高等外星文明之间的差距，并不完全在飞船、量子科技或星际通信，而在于心智与意识。若我们能在地球上实现真正的和平、爱与合作，我们就已经开始踏上与宇宙其他智慧生命并肩而行的道路。文明的长久与繁荣，从来不是科技的竞赛，而是思想、价值观与灵性觉醒的结合。因此，探索外星文明其实也是探索我们自己。每一次思考合作与共享，每一次超越恐惧与仇恨，每一次将爱与理解落实于行动中，都是人类文明与高等智慧文明拉近距离的过程。未来，当我们真正理解我与万物是一体的法则时，或许有一天，我们能以完全平等的身份与宇宙中其他智慧生命互相交流，共同创造，甚至成为更高维度文明的一部分。最终，宇宙中的高等智慧文明提醒我们，科技是外在工具，而思想与意识才是文明的核心。人类若想在宇宙中生存与繁荣，必须先从内在开始升级，理解一体与爱的法则，超越分裂、恐惧与自我中心。这是一个启示，也是对我们未来的邀请。在思想与心灵的进化中，人类文明才能真正迈向宇宙的舞台。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影片，喜欢的话请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您的支持是本频道创作的最大动力。我们下期再见。